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接受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专访时就表示，正是由于听取了港人的意见和感受后，中央果断出手推进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周一开始的座谈会也是中央进一步听取港人对决定意见的具体体现。林郑月娥还表示，有关决定是优化香港民主制度，能够堵塞制度漏洞，且更具广泛代表性，受惠的是750万香港人。林郑月娥表示，过去香港立法会乱象丛生，证明现行的选举机制有明显漏洞。假如不堵塞漏洞的话，不爱国爱港的议员就会凭借立法会议员的身份，做出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会削弱特区政府的管制，同时制造内部压力，直至管制团队无法管制香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此次高票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进行修改，本身就反映出国家听取了香港民众的意见。 I'm sure throughout the last few years, they have received a lot of feedback from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t Hong Kong is just too chaotic, that Hong Kong cannot get things done. 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to create a lot of tension and hatred and resent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ll these are not conducive to Hong Kong'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So having listened to those opinions and views and sentiment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hat it is timely to take this step to improve Hong Kong's electoral system. 被问到谁会是完善选举制度的受益人，林郑月娥强调，当然是香港人。她表示，如果香港能够严格和忠实地执行一国两制，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就会得到保障，750万香港人就可以生活于和平安全的地方。先有国安法，后有完善选举制度，就能够提供安定稳妥的环境，不仅能确保香港的国际地位，还能更好融入国家发展，抓住更多机遇。It is quite clear to me and many people that Hong Kong's future lies in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Especially now we have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14th five-year plan. So you imagine if the Hong Kong SL government 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filled by people who are not patriotic, who want to do things that will undermine the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who have absolutely no interest to safeguar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n we will not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 mainland development to grow Hong Kong's economy and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林郑月娥指出，这次涉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本地法律修订，预计有超过20条的主体法例和附属法例需要进行修订。有些法律修订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特区政府倾向以综合条例草案的形式处理，而不是逐条写出来。他强调，法律草拟工作、听取各界意见或提出意见的工作，乃至向公众解说的工作，皆由他亲自督导，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与香港国安法不相伯仲。一定要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所有工作。目前有关香港这个选举制度的改善措施是由全国人大做出的决定，即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最后，那么从香港本地来说，从香港特区来说，那么林郑月娥当仁不让的，他就肩负着这个讲香港的本地的法律与这个中央法律与全国性法律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如果不能如期完成的话，那么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这种决定就成了空谈了。此外，就决定中提出的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林郑月娥表示，对于任何参选人，无论是参选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立法会，都需要由资格审查委员会确保想参选的人符合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其层次一定高过选举主任，也不会只是一个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周日接受港媒采访时称，虽然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具体方案还未出炉，但参考类似运作，一般有10多人。他同时认为，委員會嘅決定不應被司法覆核。因為如果你有容許司法覆核嘅話咧，咁你到時就好複雜啦，係咪？咁司法覆核你要等時間喎，唔係即刻做得到喎。咁如果最後司法覆核咧，就一個官去決定喎，
係咪？咁我哋而家唔係喎，不如清清楚楚講清楚佢話，因為呢個係一個委員會嘅決定，所以呢個決定呢係唔可以去推翻。中國社科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呂翔對深圳衛視記者表示，香港將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據的是全國人大立法，它在法理和憲制上是高於香港本地法律的，當然不會接受香港本地法律的司法複核。而且從實踐上來說，如果選舉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決定每一個個案都可能經受香港內部的司法審核的話，那麼這個委員會將是無法運作的。從效率上來說，就是無法運作的。一個個案按照香港現行的這種法律制度，一個個案可能就會拖上1年2年，那麼這個選舉就永遠無法進行了。值得注意的是，自本月初，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香港民陣一直沒有向特區政府註冊，很可能違反社團條例，而且民陣還收取被稱為第二中情局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舉辦遊行，被香港有關方面調查。一旦屬實，民陣將因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取締。消息一出，連日來多個反對派團體宣布退出民陣。據香港《星島日報》周日報道，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民陣秘書處人士稱，除了已解散的民主動力，打算撤出香港的華人民主書院以及公開表明退出的公民黨等組織外，另有15家機構及組織實際上已經退出民陣。若消息屬實，民陣43個成員組織中將會有21個組織退出。民陣還在去年香港反對派搞的所謂35家非法初選，妄圖借香港選舉制度漏洞奪取特區管制權的事件中，起到了串聯等幕後作用。而隨着相關制度漏洞逐步被堵塞，以及香港國安法的利劍高懸，民陣已經搞不起什麼風浪，分崩離析也就成為必然。我們不敢說目前的局面就能確保未來香港一定就能夠很快地變成一個所謂風清氣正的這麼一個社會，但是我們會看到民陣所代表的這些反對勢力會逐步的，他們的影響會逐步的消退。那麼您認為完善選舉制度改革面對哪些痛點難點？舉個眼前例子，有關心香港選舉制度改革者前幾天在執新聞撰文呼籲警惕關鍵少數耍陰招，讓香港特首選舉難產。他甚至在文中推演了這樣一種極端可能性，那就是所謂藍潮派仍然有機會全取或者取得選委會的壓倒性的議席，那麼通過各種運作來令到沒有一個愛國者能夠成為2022年行政長官的選舉候選人。但是呢，我想追問的是，選舉制度改革的出發點它是什麼呢？不就是要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嗎？張曉明都說了，坐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反中亂港議員一個都嫌多。那麼在選委會內，又怎麼會出現所謂壓倒性議席的這樣一種極端場景呢？這難道不是在挑戰選舉制度改革的初衷嗎？因為反中亂港的藍潮派，他並沒有在香港政壇出局啊。決定中有關選舉制度改革設計的篩選審核機制，那又是如何來發揮效用的呢？細讀全國人大涉港決定的全文，改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執行層面關鍵落在2個機構上，其一是選舉委員會，其二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我之前也曾經在節目中分析，那麼這2大機構是確保香港特首以及立法會議員由愛國者擔當的制度把關者，他們是關鍵先生。其中選舉委員會又扮演了更加吃重的角色，一方面要擴充增援，另一方面又要增加賦權。所以香港選舉制度能否改革完善，在實操層面就要看這2個機構，他們改革之後能不能立得住，能不能實現頂層設計的預期。那麼這是對香港管治者改革與治理能力的極大考驗。所以我特別希望參加座談訪談的各界人士能夠就此暢所欲言，不回避敏感問題，也可以談得很尖銳。比如呢，前文作者他就前瞻討論了審查前愛國，但是呢入閘之後反水的所謂兩面人問題。那麼政治兩面人這些個陰招攪局怎麼破呢？希望與會的代表能夠就此來支招獻策。有外媒報道，所謂民陣已因港府援引香港國安法進行的黑金調查陷於分崩離析，多個團體宣布退出。但與此同時呢，一些外逃藍潮分子卻在鼓噪海外抗爭。您對此又是如何評論？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被全球投资者奉为投资圣经 ：“Do not bet against your own country。”不要做空你自己的国家。香港蓝潮派他们的政治行径就是针对自己的国家不折不扣的政治做空。当然了，较诸资本市场的做空手段，政治做空付出的代价更高，它的后果和影响也更加严重。因为股市做空自己的国家，至多是财富划水，甚至是爆仓。但是呢，后者的恶劣影响却是全局性的，和香港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我前面提到，完善香港特区治理的制度闭环，可以预料，这个制度环只要在香港真正的闭合，那么香港特区法律体系的漏洞和缺陷就会尽数弥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工具箱也将稳稳落地。那么这意味着，所谓蓝潮派不但在香港特首选举过程中，在香港立法会内毫无生存空间、毫无作为可能，甚至在整个香港政坛，他们也被判处了政治死刑。所以多个团体宣布退出卷入政治黑金调查的民政，一点也不让人奇怪。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要在香港政坛续命，就是要完成自我革新和政治蓝潮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当然了，中央相关部门也在反复发声。改革后的立法会，并不是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甚至呢，你也可以持不同的政见，但是底线在于你要对国家忠诚，对香港忠诚。所以是转型做忠诚的反对派，还是继续死硬到底做加速泡沫化的政治蓝潮派，何去何从，不难抉择。至于说罗冠聪们在海外鼓噪疯狂抗争，我想这更像是他们在彻底泡沫化、原子化之前的最后的疯狂表演。要我说，逃到海外继续扮演蓝潮派，这种场景际遇其实很悲惨、很绝望，惶惶如丧家犬。鼓噪抗争的外逃前议员许志峰就是一例。他外逃的第一站是丹麦，然后到了英国，上周呢又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这样一种没有丝毫亮色的颠沛流连，将是他们无根逃亡的最大的主题词。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